1965年，一个叫石之俊江的日本女导演来到中国，用大量胶片记录了东北地区的生活风貌和工业现状。相比伊文斯的《愚公移山》，这部纪录片在国内的知名度非常低，所以花了一些功夫才得到片源，并请人进行了听译。东北作为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基地，曾炼出了第一炉钢水，造出了第一台拖拉机和第一台汽车，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的300多个第一。象安山钢铁厂有数十口炼钢炉，每年能生产几百万吨的生铁和钢铁。而长春汽车制造厂自1956年试制出第一辆国产汽车后，经过几年的发展，已经实现了流水线生产，平均3分钟就能造出一辆解放牌卡车。那时的东北也是工人的天堂，是人人羡慕的金饭碗。工人除了上班啥都不用管，平日吃饭有食堂，生病有医院，结了婚厂里还给你分房子，生了孩子可以放到托儿所。像沈阳的铁西工人村，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闻名全国。这里有着当时最完善的生活设施，什么煤气、暖气、粮站、邮局都是一应俱全。处于哺乳期的女工每天还有专车接送，周一到周六可以把孩子寄放在幼儿园，托管费用1个月只要13块，仅占普通工人家庭收入的10%。像这所幼儿园共有300个孩子，20个老师。平日老师们通过游戏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文化教育和体能教育，同时还教他们缝衣补裤、叠被铺床，从小培养劳动意识。幼儿园的伙食也很丰盛，每顿至少是1汤1菜，且要根据孩子的营养健康来调整菜品。像今天的伙食，除了米饭外，还有韭菜鸡蛋和菠菜汤。因为生育率居高不下，所以厂里的学校已经是人满为患，只能实行2部制，也就是一部分孩子早上上课，一部分孩子则在下午上。现在让我们来到工人村的住宅区，画面中的金夫人正在准备晚饭。她的丈夫是闻名全国的劳动英雄，曾为沈阳第一机械厂发明了上百种切割工具，被人们誉为切割之王。但从金夫人切肉的吃力模样可以看出来，丈夫并没有研究过家里的菜刀。工人村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，吃过晚饭后，大家可以到文化宫拨琴弄笛，欢歌曼舞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听课学习，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。而老年人也有专门的活动中心，像周大爷是一名补鞋匠，儿子是一名劳动模范。现在他拿着丰厚的退休工资，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。为了防止工人沉迷于城市的优越生活，忘了农民忘了本，所以厂里会定期组织工人帮农民收割庄稼、建造房屋。而拥有农业知识的学生会前往乡下的养猪场，帮着喂猪干农活，同时教村民们怎么给猪注射疫苗，降低发病率。为了减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价值差异，以及城市和农村的差距，当时东北的不少学生背着衣裳被褥，拿着锅碗瓢盆，就前往了乡下支援。他们青涩的脸庞上充满了好奇和兴奋，就像是第一次出门旅行。可谁也想不到，这一去就是很多年。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实习的时候，我也是怀揣着仗剑走天涯的远大理想，选择了最远的芒市。而半年后，我是哭着回来的。镜头中正在翻山越岭的是吉林省第8电影队，他们要在隆冬降临之前赶到大山深处为村民播放电影。他们背着沉重的投影机和发电机，常年在大山中来回奔波，那忙碌的背影堪称一个时代的农村记忆。随着电影队一起来到农村的还有城市的流动医疗队，他们挨家挨户的探望病人，还为难产的孕妇进行剖腹产手术。至于平日有个小病小疼，村民们就靠赤脚医生。所有下乡的知青和医生不会因为身份的差异而产生优越感，他们和村民同吃同住，竭诚为大家服务。在黑龙江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，男人天一亮就去挑土挖粪，女人和小孩则在生产队的大院里处理亚麻。
曾经这里在封建王朝的剥削统治下，在日本人的侵略奴役下，老百姓一直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。一直等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对土地进行了公有制改革，老百姓才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土地。如今大家过着集体劳作和集体分配的新生活，而自家养的猪和自留地的收成还可以卖给国家，增加额外的收入。没有。与此同时，哈尔滨的农业大学派了许多老师来帮公社提高农业生产水平。如今公社拥有了气象观测器，还打了一口上百米的水井，这样即使遇到旱灾也能保证粮食不会减产。另外，由于进城的路太远，采购农具不方便，所以村民就自己冶炼钢铁，制作简单的工具和机械设备。尽管技术有限，但基本能满足日常使用。到了秋收时节，村民收割完全部的庄稼，再用拖拉机翻耕田地，为来年的播种做准备。为了赶在冬天降临之前完成任务，37台拖拉机开足马力，一天3班轮替，日夜不息地进行翻耕。由于拖拉机一直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，所以每年翻耕工作完成后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故障，只能运到吉林省的农业机械修理厂进行维修。为了做到物尽其用，更换下来的零件会重新组合起来，改造成播种机，包括一个小小的灯罩也会改良成电灯使用。秋去冬来，零下40度的严寒使土地冻出了横七竖八的裂纹。幸福人民公社的200多口井就有50多口被完全冻住。为了避免春旱，村民们只能想尽办法重新挖开封冻的水井。与此同时，松花江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，使得车辆可以在上面任意穿梭。人们则忙着开凿冰块，然后运到地窖里保存起来。待夏天一到，就能造一个人工冷库，用以储藏瓜果鲜蔬。而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冬天的松花江就是一个天然的冰上游乐场。